50岁生日当天，儿媳怒扇我10个巴掌，并将我扫地出门。之后，我意外得知我成了千亿财富的继承人。妈，舍不得给月月买明星周间就直说，还为这跟雅雅吵架，你矫不矫情？你反思一下，认识不到错就别回来了。喂，请问是林秀莲女士吗？我是，你是哪位？我是江氏集团的总经理周中琴。您今天车祸后在市医院做的血检报告出来了。结果不好吗？不，您的身体很健康，并且我们通过 DNA 比对，确认您是江城首富江国栋先生的亲生女儿，江先生千亿资产的唯一继承人。什么？继承人？我？是的。我成了千亿资产的唯一继承人。今天是我50岁生日，等儿子儿媳他们回来，可以跟他们好好庆祝一下。肯定是浩浩来祝我生日快乐了。妈，月月说要抢明星限量周边，你记得去排队给她买。我和雅雅没时间。浩浩他们忙，忘了也正常。你没事吧？要不要去医院看看？我没事儿，我还要去给我孙女儿排队买那个啥周边呢。不行，你伤得这么严重，必须带你去医院看看。好吧，那麻烦你送我去吧。不能让浩浩他们知道我今天出车祸了，不然肯定要担心的。妈，让你给月月排队买个周边，你也能去这么久？月月都等半天了。奶奶，周边呢？周边抢到了吗？月月，奶奶去晚了，那个限量周边10分钟就抢光了。什么？10分钟就抢光？你不会早点去排队吗？我同学妈妈凌晨4点就去商场门口等着了，你呢？你干嘛去了？奶奶明天再去看看好不好？明天早没了，我答应了要带给同学看的，让我怎么跟人家说？月月，奶奶买了蛋糕，你先吃口蛋糕消消气好不好？谁要吃你的破蛋糕？真没用，连个周边都抢不到，害我在同学面前丢人。你先回房间去写作业。妈，我不是前天就跟你说了吗？让你今天早点去商场排队抢那个周边，这可是月月盼了好久的，你怎么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？雅雅，那个限量版实在太难抢了，几百个人排队，我挤不进去。别人能抢到，就你抢不到。妈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心疼那点钱？我最疼爱月月，怎么会舍不得花钱给她买呢？嘴上说一套，心里算一套。不是我说您妈，你也太会算计了。算计？妈，一个周边就几10块钱，您至于吗？一个月给您3000块生活费，您连几10块都抠。我抠？你们要吃有机蔬菜，要买进口水果，3000块钱半个月就见底了。哪个月不是我用退休金往里贴？贴，说的真好听。钱进了您的手，谁知道您攒了多少进自己口袋？你也是这么想妈的？先别说这个，妈，你下午去哪儿了？为什么连月月都没去接？我们接您来城里一起住，不是让您当甩手掌柜的。我当甩手掌柜？陈浩，你摸着良心说，这个家洗衣做饭打扫接送月月去学校，什么活不是我干的？那都是您应该做的，哪个当妈的不帮衬儿子？家务都是应该做的。好，那这房子呢？要不是卖了我的房子，你能买得起这豪宅吗？啊，你看雅雅肚子这么大了，总不能等宝宝出生还挤在现在的小房子里吧？要不您把这套房卖了，钱给我们凑个首付，我们看中了一套特别好的。那怎么行？我就这一套房，还指望这房子养老呢。卖了房，您就搬来跟我们住，以后我们给您养老，让您享清福。对，妈，我们给您养老，您就放心吧。好，妈卖，我卖掉自己的房子，给你凑了300万的首付。你们现在为了几10块钱的周边骂我算计，有完没完啊？不就是300万吗？妈，你老提这个就没意思了。既然你们觉得300万少，那你们把钱还给我。妈，你跟着我们住豪宅享清福，不知道多少人羡慕你呢。你别不知好歹，有本事你就滚出我家，自己养活自己，不然就给我闭嘴。你也同意他说的？你真是我儿子吗？你明知道我为了帮你买这套房子已经没有家了。行了，妈，
你就跟雅雅道个歉，今天的事儿确实是你做的不对。你让我给他道歉？道个歉怎么了？我每天上班已经够累的了，你就在家里享享清福，还要闹出这些事儿来？没错，你跟我道个歉，我可以大发慈悲原谅你一次，让你继续住在这里。做梦！不道歉你就给我滚！早知今日，我就不该花光积蓄卖掉房子，更不该当牛做马，伺候你们这两只喂不熟的白眼狼。等会儿，拿着我的东西就想走？我拿了你什么东西？哼，我给你的买菜卡，还有你身上的项链和耳环，都是我买给你的。你不是硬气不肯道歉吗？那我的东西，你一样也别想带走。这条项链和这副耳环是你们哄我卖房那年给我买的，到今天我已经穿了15年，你连这个都要拿回去？没错，有本事你就脱。如你们所愿，从今往后，我只当没有生过你这么个儿子。为了给陈浩还房贷，退休金一到账就被自动划走，我卡里1分钱都没有。现在我好像真的无家可归了。李女士，您还在听吗？嗯，我在听。江国栋先生迫不及待想要见您，您现在在什么位置？我立刻派车来接您。我在中山公园。好的，请您在原地稍等，我马上。您就是林秀莲女士吧？我叫周从锦，受江先生之托，来接您回家。陈浩，我舍不得吃，舍不得穿，把一切都给了你，却被你扫地出门。你不要我，我也不会再要你了。今后我要为自己而活。您稍等。谢谢。李女士，请。宝儿，是我的宝儿回来了吗？宝儿，你可回来了！爸爸找了你45年。你真是我爸爸，我不是孤儿。爸爸对不起你，你被坏人抱走的时候才3岁。宝儿，你的头发怎么都白了？爸，我都50岁了，能没有白头发吗？50了，我的宝儿也老了，这脸上都有皱纹了。你手怎么受伤了？手心还这么糙，你这些年是不是吃了很多苦？爸，都过去了，我现在不是找到您了吗？秀莲小姐还饿着肚子呢，要不然边吃边聊。对对对，咱们吃饭去。爸爸让他们准备了好多你爱吃的。宝儿，尝尝这个，这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鱼。爸，我都多大的人了，您怎么还把我当小孩？再大也是爸爸的心肝宝贝，快尝尝，看合不合胃口。爸，这些小事您怎么都还记得这么清楚？爸爸就是靠着这些回忆，一天天、一年年熬过来的，熬的头发白了，背也驼了。爸，您受苦了。现在好了，老天爷总算让我把宝儿找回来了。从锦，宝儿，这是爸爸名下所有资产，还有江氏集团的股权转让书，从今天起，这些都是你的了。秀莲小姐，江老这些年思虑成疾，医生多次建议入院疗养，他都为了找您拒绝了。您收下，就是对他最大的孝顺。可是我从来没管过公司，什么都不懂。别怕，从锦是我最得力、最信任的人，他会全力辅佐你。爸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好，爸爸累了，宝儿你也辛苦一天了，让管家带你去房间休息吧。谢谢爸。从锦啊，推我回房吧。江老，还有些事得跟你交代交代。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吃饭？我快饿死了！别吵了，我在赶竞标的策划书呢。你冲我们吼什么？要不是你妈今天发神经，我们至于到这会儿还没吃上口热乎饭吗？真不知道他在闹什么，兜里没钱还敢这么一走了之，我看他能硬气到几时。不提他了，你点个外卖随便吃点，等我竞标成功，给你请个保姆就是了。什么策划书这么急？老板这次给了我一个天大的机会，让我明天全权负责竞标江氏集团的新项目。江氏集团就是那个千亿商业帝国。我刚收到内部消息，
江老失踪多年的女儿找到了，马上就要正式接手江氏，成为新董事长。真的，这可是个大新闻！千真万确，江氏集团下周会为新董事长举办一场见面会，并由他亲自公布竞标结果。只要拿下这个项目，我就能升职加薪，顺利当上总经理。这个项目我势在必得，到时候你跟我一起去，学学怎么跟那些豪门太太打交道，别像我妈似的上不了台。自从住进儿子家，我就再没好好照过镜子，都忘记自己长什么样了。拍个全家照，月月你过来点，老公你也是，靠近一点啊。妈，你看看你浑身脏兮兮的样子，满身油烟味儿，走远点。奶奶的袜子都破了，真丢人。妈妈，我明天不要奶奶送我上学了。妈，你去厨房待着吧，别在这里碍事。这些年为了陈浩，我把工作辞了，房子卖了，自己弄丢了。现在想起来真不值。从今天起，我要把自己找回来，只为自己而活。小姐，周律师来了。我知道了。周律师，秀莲小姐，哦不，是林董，您这样非常美，很有董事长的风范。谢谢，让你久等了。按照江老的吩咐，下周集团会为您举办一场见面会，顺便公布江氏新项目的中标名单。好，不过这些事务我不太懂，可能还需要你帮我。您放心，我会全权帮助您管理公司事务。今天我先带您去集团随便逛逛吧。好。林董，今天参加新项目的竞标公司会过来，我们最看好的是华冕科技。华冕，这不是陈浩所在的公司吗？他们竟然也参加了竞标。周总，财务总监有事向您汇报。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过去。林董，您可以随便逛逛，我马上回来。好，你去吧。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昨天不是很硬气吗？说你两句就真走了，今天居然找到这里来了。谁说我来这儿是找你？不然你还能是来干什么呢？妈，你就别闹了，只要你跟丫丫好好道个歉，我就劝劝她让你回家，毕竟咱们是一家人嘛。陈浩，收起你那副施舍的样子，我永远不会再回那个地方。你到底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这身衣服看着不便宜啊，你哪来的钱？与你无关。妈，你明知道我还欠着几百万房贷，为什么还要乱花钱？你每天在家就是带孩子做饭，穿这种衣服，你觉得合适吗？赶紧去给我退了！妈，你竟然打我！从小到大你都没有打过我。我现在只恨我以前太骄纵了你，让你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人。你够了！陈浩，今天是来这里竞标的，你还是别吵了。妈，如果我这次顺利和江氏签约，升职加薪都不是问题。到时候我多给你点钱行了吧？现在赶紧回家，月月还等着你去接她放学呢。林董，他是您儿子，让你见笑了。他怎么能这么跟自己的母亲说话？我一个外人听了都刺耳。他以前不是这样的，自打我卖了养老的房子，搬去跟他住，他就变了。太过分了，他简直就是白眼狼。林董，如果您现在后悔，想要回这笔钱，我可以帮你。我要过，他不肯还，还说我算计他。软的不行就来硬的，这是您的权利，您放心，我一定让他把吞进去的全都吐出来。他不把我当妈，我为什么还要把他当儿子？这个钱我要收回来。您做的对。陈浩，你能不能管管你女儿？别让她再打游戏了。吼什么？烦着呢！银行刚又发短信催房贷了，这个月的钱怎么还没到账？房贷不是都从你妈的退休金卡里自动扣吗？肯定是他解除绑定了。那怎么办？这个月工资还没发呢，还有这些缴费单子，妈在的时候这些都不用我们操心啊。别提他了，一提我就来火。我上午在江氏集团碰见你，已经给他台阶下，没想到他这么不识好歹。妈，给我点杯奶茶，我渴了。不行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，我现在就打电话叫他回来。不许打！他哪准了咱们离不开他？这会儿打电话，那不成了咱求他了？那怎么办？难不成家里这些事儿都让我来干吗？我又不是超人。不行，把你妈叫过来，先撑几天。凭什么把我妈叫来当保姆啊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你妈她都做习惯了，只要她回来，一切就恢复原样了，何必惊动我妈呢？对不对？你倒是分得清楚啊！我妈活该当保姆，你妈就金贵不能安。老公，我真不是这个意思。行了，你再忍2天，
等今晚我见过江氏集团的新董事长，拿下新项目，升职加薪，我就给你请2个保姆，这样行了吧？还是老公对我好，等你升职加薪，看你妈怎么回来求我们。老公，这排场也太大了，江氏果然不一样。这算什么？等我拿下项目，升了总经理，我的就职宴会会比这风光10倍。喂，陈浩先生，您名下位于玉林小区的房产已正式启动收房拍卖程序，请注意查收法律文书。什么？我只是房贷逾期几天，你们凭什么收房？您购房首付款中有林秀妍女士提供的300万元，属可撤销赠与。现林女士已正式追回款项，您目前资不抵债，银行有权处置抵押。林秀莲，她怎么可能？她凭什么？林女士提供的法律文件齐全，符合程序。老公，怎么了？谁的电话？是银行，林秀兰那个老东西，他竟然把300万要回去了。银行要收我们的房子！什么？他疯了吗？他凭什么要回去？怪不得，连个几10块的周边都舍不得买，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。我早就说他心机重，什么卖房帮我们，就是想来蹭吃蹭住。现在占够便宜了，就翻脸就不认人。我现在就去找他算账。你冷静点儿，别忘了今晚最重要的是你的招标。董事长来啦！妈！不愧是江老的女儿，这气度。主公，妈怎么来了？是你告诉她我们在这儿的？我疯了吗？不好意思，你们认错了，这位不是江氏的新任董事长。妈，你来干什么？这里是江氏集团新任董事长的见面会，你赶紧走。我来这里不是为你，你也没资格让我走。妈，你不就为了那300万吗？我告诉你，你敢动我房子，我跟你没完！江氏集团的新董事长马上就到，你赶紧滚，别在这里坏我大事。华冕科技就派了你来参加江氏招标的？没错，我们总裁看中我，只要拿下江氏的项目，我就能升任总经理。妈，有我这么优秀的儿子，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？赶紧回去，晚上再跟雅雅好好道个错，以后我照样会带你享福。你们家的福气成本太高，我可受用不起。给你脸不要脸是吧？老公，不能再由着他胡闹了，坏了你和江氏董事长的第一印象，咱们就全完了。你赶紧走，有什么事晚上回去再说。我若是走了，今天的宴会也不用办了。妈，你就别装腔作势了。今天是江氏新任董事长的见面会，江氏知道吗？那可是千亿商业帝国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给新董事长擦鞋都不配，赶紧滚吧！你想对新任董事长做什么？周总说这位就是江氏集团的新任董事长。你想对他做什么？你谁啊？放开我！我教训我自己婆婆，要你多管闲事！你闭嘴！周总您好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家里一点小事儿让您看笑话了。周总，这是江氏集团的总经理，你还不赶紧跟人家赔罪？周总真是对不起，都是我婆婆她不知道发什么疯，会进这么高级的地方来胡闹，我一时着急才冲撞了你。对，周总，都怪我没及时处理好家事。您放心，在宴会正式开始之前，我保证把这些不相关的人清出去，绝对不让他影响到董事长的就任仪式。赶我出去？今晚是谁该出去，还真说不定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确实要处理一些家事。既然是家事，我就不插手了。陈浩，趁着还有点时间，把我们之间的账算清楚。妈，你闹够了没有？周总不追究，那是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他可是我最重要的合作方，你非要当着他的面毁了我才甘心吗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要拿回我的钱，当初资助你买房的那300万。老公，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他就是来讹钱的，原形毕露了吧？刚才银行打电话说要收房，也是你在背后搞的鬼，对不对？银行的人怎么会随随便便听他一个保姆的话？肯定是他找人冒充银行的人给我们打的电话。别以为演出戏我们就会把300万给你，钱当初是你自愿给的，那就是我的。你说要回去就要回去，凭什么？就凭这300万，
是我卖了安身立命的房子凑给你们的，我拿回自己的钱，天经地义。什么天经地义？当初是你自己说要卖了老房子来成立享福，现在看我们过得好了，又想把钱要回去，你这就是算计。是啊，这钱给都给了，哪有再要回去的？这当妈的也是够心狠的，是你们忘恩负义，将我扫地出门，这钱我必须拿回来。这300万我们已经付了房款，房子写的是陈浩的名字，你以为你能要得回去吗？谁说我没有证据？这是买房时陈浩亲手写的借条。你骗人！陈浩是你亲儿子，怎么可能写借条？一定是你伪造借条来算计我们的！你要不信，可以找专家来鉴定借条上的字迹和指纹。老公，你真给他写借条了？我当时为了让他早点卖房，确实给他写了一张，不过我也没想到他真会把这钱要回去啊！在没看清你们的真面目之前，我确实没打算要你们还钱，但现在我必须把钱要回来，因为我的钱绝对不会拿来养白眼狼。你还配当我妈吗？什么狗屁借条，就是假的！我看你现在还能拿我们怎么样？你该不会以为我给你的是原本？老东西，你耍诈！对付你们这样的人，当然要多留一手。你放心，借条的原件已经提交给了法院，在走房子的抵押程序了。妈，你不就是想要钱吗？你要是现在收手，停止这场闹剧，我可以以后每个月多给你500块钱的零花钱，否则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妈。这300万，我不是在跟你们商量，这你们欠我的必须还。你简直就是胡搅蛮缠！这些年我把你接进城里享福，就因为让你掏钱给亲孙女买个明星周边，你就撒泼打滚，闹得我们鸡犬不宁。现在还要我们无家可归吗？我享福从进门第一天起，买菜做饭、打扫洗衣、接送孩子，我像个陀螺一样连轴转。这个福气给你，你要不要？得了吧，说的好像你多委屈似的。哪家老人不帮衬儿女？就你金贵。大家来评评理，哪有这样当妈的？住儿子家，吃儿子的，喝儿子的，最后还要拿张陈年旧纸来逼债，这不是算计亲儿子是什么？住儿子家那么久，开销确实不小。这老太太看着挺体面，没想到算得这么精。听见没有？你就是个吸血鬼，老算计精，叫你一声妈，我都觉得恶心。你敢打我，老公？你看他。妈，你蛮不讲理就算了，怎么还出手打人呢？你更该打！妈，你疯了！我清醒的很，我只恨没早点打你，让你变得如此忘恩负义、狼心狗肺。明明是你财迷心窍、贪得无厌，连自己亲儿子都算计。我算计？好啊，那我就让在场的人都看看，到底是谁财迷心窍、贪得无厌。这是我住进陈浩家之后，陈浩用各种理由从我这里要走的家用，共计107万8千元。你凭什么说这些钱都是还给我们的？我的每笔转账都备注了转账用途，更有商家信息佐证。进口奶粉、尿布、早教班花销7万6，这明显给孩子花的。家用电器、按摩椅15万，这可不就是家用吗？还有名牌包包、化妆品、高跟鞋，老人家哪需要这些东西？儿媳妇的爱好也由婆婆买单了。这些年，除了这100多万的家用，我每个月退休金一到账就被自动划走，去补你们的房贷。陈浩，你告诉我，到底是谁在花谁的钱？是谁在养着谁？给了这么多，还被骂算计，真是实在。大家别信他，这些都是他伪造的。对，假的，都是 P 的图。林秀莲，你为了钱连老脸都不要了，我们就是不给你钱，你能拿我们怎么样？钱我有的是办法让你还，而且会让你连本带利、心甘情愿求着我收下。你做梦！这钱你1分也别想拿回去，有本事就去法院告我。不用去法院这么麻烦。露馅了吧？你一个没用的老太婆，能有什么办法逼我们还钱？喂，你说什么？我所有银行卡都被冻结了，还被列入了失信名单。是你搞的鬼！妈，你要逼死我吗？毁了陈浩，你能落到什么好？你现在要钱没钱，要房没房，没了陈浩，你活得下去吗？妈，你别忘了，你就我这一个儿子，你要再这么闹下去，我就跟你断绝母子关系，让你老了没人管，病了没人看，死了没人理。到那时，你可别后悔。好一个老了没人管，病了没人看，死了没人理。陈浩，我真是白养了你这么多年，不如养条狗。你骂谁呢？像你这么恶毒算计亲儿子的妈，我们家可凑不起。真到那天，你只能去最差的养老院，等着孤独终老吧。你们是不是以为我还是那个为你们当牛做马、身无分文、离了你们就活不了的免费保姆？不然呢？你还真以为穿件好衣服就能变豪门了？别
别到时候没饭吃，又跪在我家门口求我们收留。妈，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你现在认错，保证不再提那300万，回家安安分分当你的保姆。今天的事儿我可以不计较，否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，从此我就当没你这个妈。我才后悔生了你这么个儿子。这是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这是解除亲属关系协议书，我要跟你断绝母子关系。你疯了吧？断绝关系？林秀莲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用这招吓唬谁呢？陈浩年轻有为，马上就要升职加薪，前途不可限量，你舍得断？妈，你以为这样就能拿捏我？等你老了病了，不还得指望我？指望你们？指望你们把我榨干后再一脚踢开？指望你们为了一份明星周边把我扫地出门？妈，你真想跟我断绝关系？像你这样的白眼狼儿子，不断绝关系，难道还留着过年吗？好，妈，你记住你今天的话，以后你可别后悔。等你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别来找我。就是，等我们陈浩拿下江氏集团的项目，别说300万，3000万都不在话下。到时候你就算哭瞎了眼，跪下来求我们，我们也绝不会多看你一眼。既然你们没异议，那就签字吧。老公，签，谁怕谁？让他自作自受去，我们还清静了。妈，这是你逼我的，你别后悔。总算跟这个白眼狼彻底断绝了关系，以后再也不会被他吸血了。签好了，你满意了吧？立即送去公证处。是。装腔作势。江氏集团董事长马上就来了，等陈浩拿下招标，你可别回头来求我们。江氏集团能做到今天，看重的不仅是能力，更是合作方的人品和诚信。一个对母亲都能忘恩负义、翻脸不认的人，你们觉得能通过江氏的筛选吗？你闭嘴！你就是嫉妒。等陈浩拿下项目，看你还怎么嘴硬！宴会正式开始，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，有请我们江氏集团的新任董事长林秀莲女士上台致辞。林秀莲，这怎么可能？老公，是我听错了吗？他怎么会是江氏集团新任董事长？你们没听错，这位就是我们江氏集团的新任董事长林秀莲女士。董事长，请。各位来宾，晚上好，我是林秀莲，很荣幸在此以江氏集团新任董事长的身份与各位见面。老公，他真是江氏的董事长，那我们刚才不过他毕竟是你亲妈呀，你去跟他认个错，项目肯定能拿到手。认错？我凭什么认错？项目本来就是我的。最后，我将亲自宣布集团新项目的合作方。经过综合评估，我们决定与凌云科技达成战略协作。凌云科技，老公，这不是你的对家公司吗？老公，怎么办啊？妈肯定生你气了，故意把项目给别人了。妈，你非要做的这么绝吗？别叫我妈，我已经跟你断绝母子关系了。周经理，让保安把这些不相关的人赶出去。是。把他们两个赶出去。放开！你凭什么赶我们走？妈，你会后悔的！放开我！我不走！我不走！事情经过就是这样。秀莲小姐倾尽所有，却被那家人当作免费保姆。最后一份几十块钱的明星周边被辱骂羞辱，赶出家门，险些流落街头。幸亏我们及时找到了她。混账东西，畜生不如！宝儿为了这个白眼狼付出半生心血，卖掉安身立命的房子，就换来这种对待。这种忘恩负义、狼心狗肺的东西，也配叫我女儿一声妈？江老息怒，秀莲小姐已经彻底醒悟，不仅追回了所有经济付出，也正式与她解除了母子关系，做得非常决绝。做得对，这种吸血虫就该一刀两断，干干净净。宝儿心软重情，以前是被他们蒙蔽了，现在清醒了就好。
不过，你畜生知道宝儿是我的女儿了吗？应该已经知晓。他在秀莲小姐的见面宴上闹过，我担心他知道秀莲小姐如今的身份后会不死心，跑来骚扰你，利用所谓的亲情做文章。骚扰我？他算个什么东西？宝儿都不认他了，在我这儿，他连个陌生人都不如，还想攀关系？做梦！从锦，传我的话下去，从今天起，我要去南山疗养院静养身体，细绝所有探望，尤其是任何自称与宝儿或江家有关系的不相干人员，一律不准通报，更不准放进疗养院半步。明白。即日起，不再处理集团任何事务。江氏集团所有决策全权交由我的女儿林秀莲负责。她的决定就是我的决定，就是江氏的决定。是，我立刻去办。爸，周经理聊什么呢？我切了点水果。宝儿来了，快过来，让爸爸看。江老、秀莲小姐，你们聊，我先去处理些事情。宝儿，你这脸色怎么有点白？是不是这几天处理公司的事情太累了？爸爸不是说了吗？不急，慢慢来。我让厨房给你炖了血燕，等会儿一定要喝。爸，我没事儿，可能就是昨晚睡得晚了一点。您看，我被您接回来这些天，好吃好喝的养着，都胖了好几斤了。胖点好，胖点才健康。小孩子就是要白白胖胖的才有福气。您别总把我当小孩子啦。在爸爸眼里，你永远都是需要照顾的小孩子。对了，宝儿，我决定去南山疗养院了。真的？爸，您终于想通了，太好了！那边医疗条件好，环境也清幽，最适合您休养了。可是，住到疗养院去，就不能天天看到我的宝儿了。我们父女好不容易才团聚，爸爸舍不得你。我每天都过去看您，陪您吃饭，陪您散步，好不好？真的，每天都来，说话算话。当然算话。您好好休养，把身体调养好，才能多陪我很多很多年啊！我还想多孝敬您呢。好，爸爸听宝儿的，爸爸好好治病，好好活着，把以前亏欠你的都补回来。那我们说定了，一言二定。听说江老已经把江氏集团全权交给了林秀玲，搬来了疗养院。老公，你确定你妈是假冒的？肯定是假冒的。林秀玲亲口跟我说，她是阳光福利院长大的孤儿，连父母都没见过，哪来的首富爸爸？她一定是被我们赶出门后无处可去，才冒充了江老的女儿。真是胆大包天，假冒身份不说，还敢公报私仇，害你丢了项目。老公，我们不能让他得逞，要不然你的前途可就全被他毁了。只要揭穿他选的公司就得作废，江氏集团的项目就还是我的。走，江老早就吩咐过了，不见客，谁都不见。你们搞错了，我可是林秀莲的亲儿子，江老不会连我都不见的。你们再通报一声，江老肯定会见我的。江老说了，不管是谁，一律不见。赶紧走吧，别来了。我老糊涂了，江氏集团还有那么多员工呢，容不下一个冒牌货。走，我们去江氏集团举报林秀莲。好多年没给这么多人开过会了，紧张的我一手心的汗。林董太谦虚了，您表现得非常好。我看过您的资料，在回归家庭之前，您曾是国坤地产连续5年的全国销售冠军。您一手带出的团队，至今还是行业标杆。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。丈夫去世时，陈浩才上小学。如果不是为了照顾他，我也不会放弃蒸蒸日上的事业，成为他口中一无是处的家庭主妇。不过现在好了，我可以重新投入到热爱的事业中来，一切都不晚。林董、周总，1楼大厅有人闹事，说是来揭穿林董身份的，还声称有证据证明林董是假冒的。什么人？男的叫陈浩，女的叫王雅。是他们，他们居然找到这里来了。我去处理。不必，他们不是要当众揭穿我吗？那我就给他们这个机会。你们都被林秀莲骗了，她是我妈，一个冒牌货，根本不是什么豪门千金。没错，她就是个只会洗衣做饭的老妈子，也配当江氏集团的董事长。住口！谁给你们的胆子质疑董事长身份？周总，你被他骗了，他连智能手机都用不明白。上个礼拜还因为不会扫码支付在超市门口让人笑话，这样的人能执掌江氏集团？林秀莲女士是江国栋先生的亲生女儿，江氏集团唯一合法继承人，她的身份毋庸置疑。亲生女儿？我是他儿子，我从小跟他一起长大，我能不知道他的底线？他亲口告诉我，他就是个孤儿，从小在阳光福利院长大。他要是首富千金，能屈尊在我们家，天天给我洗内衣袜子、擦地做饭，干就是好几年，图什么？他分明就是假冒的。豪门千金怎么可能甘心当保姆？福利院长大的呀，是不是？在福利院长大就不能是首富千金了吗？没见识的蠢货！瞧瞧你这身穷酸样，就算租了套行头又怎么样？你哪有豪门千金的气质？我为什么要冒充首富千金？你就是为了报复，报复我没顺着你，
先是问我要钱，抵押我的房子，现在又故意搅黄我项目，毁我前途。没错，他心思深着呢。这种毒妇要是首富千金，天理难容。这就是他精心策划的诈骗。够了！董事长的身份，我和江国栋先生已亲自验证过，你们不要再危言耸听，败坏董事长的声誉。你们信或不信，对我来说不重要。他心虚了，不敢正面回答。妈，你这是诈骗，是要坐牢的。现在承认你是假的，当着大家的面给周总、给江氏集团道个歉。我看在母子情分上，还能替你求求情。不然等警察来了，可没人能帮你。这是你最后的机会，你赶紧认了吧，别毁了你自己，也毁了我们。最后的机会，你说的对，这的确是最后的机会。既然他们不信，那就让他们心服口服。对，这是由国内最权威的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 DNA 侵权鉴定报告，上面清楚证明林秀莲女士与江国栋先生亲子关系成立。林秀莲女士就是江总的亲生女儿。不可能！老公，这张好像是真的，她难道真是江老的女儿？我不信，一定是你们合起伙来造假！除了 DNA 证据，在有关部门的全力协助下，我们找到了当年拐卖林秀莲女士的人贩子。通过她的供述和福利院里林秀莲女士的收养记录，确认林秀莲女士就是江老的亲生女儿，人证物证都有，还有相关部门的调查记录，这还能有假？妈，你到底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是首富千金的？就在你们为了一份明星周边，指着鼻子骂我算计，嫌我没用，把我赶出家门的那天。那天我为了去给月月排队抢明星周边，过马路时被车撞伤，送进医院接受检查，这才被基因库比对上，确认了身份。妈，我错了，那天我不知道您出车祸了，我不该对您口出狂言，更不该将您赶出家门。这都是误会，天大的误会啊！我们要是知道您受伤了，心疼还来不及，怎么会骂您呢？妈，您原谅我们吧，我们是一家人啊！误会，那天是我50岁生日，我提前买了蛋糕，想跟你们一起庆祝。可你们呢？你们不仅没人记得我生日，还因为我少买了一份明星周边，对我肆意辱骂，全然忘了这些年我为你们的付出。既然如此，又何必假惺惺的求我原谅？妈，我错了，我这就给您补过生日，办最大的宴会，都是你！为了一份明星周边，伤了妈的心，还不快给妈道歉！妈，我张嘴，我该打，我向您道歉，您大人大量，别跟我们一般见识。你不是我生的，我不怪你，倒是你，陈浩。妈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为了你，我年纪轻轻辞了工作，打零工摆地摊，1分钱掰成2瓣花，供你读书，盼你成才。你结婚，我掏空家底；你换房，我卖了养老房；你有了孩子，我退休金全填进去。当牛做马，不敢歇一口气。妈，我付出一切换来的，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使唤和嫌弃，是你们口中的算计。这些年，你没有一刻真正的关心过我，尊重过我。陈浩，你不配当我儿子。妈，我错了，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是我们有眼无珠，您要是早告诉我们您是首富千金，我们怎么可能让您受委屈啊？你的意思是，我要真是个只会洗衣做饭、没钱没势的普通老太婆，今天就活该被你们赶出家门，还要背负算计儿子、恶毒婆婆的骂名，对吗？可笑，你到现在还不明白，你失去工作是因为你的能力配不上野心，人品经不起考验；你失去房子是因为你拿了不该拿的钱，这一切是你自己自作自受。妈，您帮帮我，拉我一把，我以后一定改，一定好好孝顺您。你就原谅我们吧，以后我给您端茶倒水、捏脚捶背，绝不让您再动一根手指头。够了，你们的声音让我恶心。周经理，请他们出去。江氏集团的办公场所不欢迎这种品行低劣、纠缠不休的人。妈，改变主意了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件事，以集团名义正式发函给我们所有的合作伙伴，华冕科技职员陈浩恶意诽谤、诋毁集团董事长，严重损害江氏集团商誉及形象。即日起，任何与江氏有业务往来的企业不得聘用陈浩，
否则江氏将停止与其的所有合作。妈，你这是要对我进行行业封杀？你要逼死我吗？董事长，您还好吗？从来没有这么好过。房子已经被依法查封了，请你们立即搬离。老公，妈真的让银行把房子收了，我们怎么办啊？我是他亲儿子，他怎么能这么狠？就因为我跟他顶了几句嘴，他居然就要让我无家可归，他还是人吗？就是啊，不就是因为一份破周边吗？又是断亲，又是收房子，对我们赶尽杀绝，他心肠怎么这么毒？闭嘴！要不是你在旁边煽风点火说妈算计，我能跟他吵起来吗？陈浩，你居然敢打我！你现在怪我了，当初让妈去排队抢周边的不是你吗？出了事就往我身上推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我怎么知道他会因为一份破周边发这么大的疯？跟变了个人似的，连儿子都不要了。现在家进不去，卡也被冻结了，我身上就几百块现金，今晚住哪儿？你在哪儿？你倒是想办法呀！我那天妈会真的不管我，她就在气头上，想让我吃点苦头。说到底，她还是我亲妈，哪有亲妈舍得跟儿子翻脸的？你们都没有钱，那我的演唱会门票是不是也买不起了？我都答应了朋友一起去的。你还说，要不是你整天追星要这要那，能把奶奶气跑吗？都是你惹的祸。不是你们天天在我耳边念叨说奶奶有钱舍不得花，让我去要东西，现在赖我头上了。你行了，现在不是推责任的时候。月月，妈妈问你，你想不想让奶奶原谅咱们？我现在只想搞到我的演唱会门票。你这孩子，你奶奶现在可是首富千金，超级有钱，什么门票她弄不到？真的假的？我奶奶真是首富千金？千真万确，她是江城首富江国东的女儿。别说演唱会门票了，以她如今的身份地位，你喜欢的那些明星都得主动求她合作。你想见谁，那就是一句话的事儿。真的？那我现在就去找她，让她带我去见我的偶像。对啊，老公，妈那么心疼月月，她就算生我们的气，也不会生月月的气啊。没错，月月是妈一手带大的，妈以前最惯着她。等她看到月月，心一软，什么气都消了，说不定还会觉得亏欠了我们，加倍补偿我们。月月，走，妈妈带你去找奶奶。崇锦上午来看我，都跟我说了，他说我的宝儿特别能干，上手快，决策稳，把公司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好几个老项目都焕发新生了。爸爸听了，心里别提多高兴了，比我自己当年签下大单还高兴。爸，您别听周经理夸大，都是他在旁边耐心教我，帮我把握方向。没有他这个老师，我可抓瞎。来，宝儿先吃，你呀就是太谦虚。我江国浩的女儿能差了？甜，我宝儿削的苹果就是甜。喂，管家，什么事儿？小姐，家里来了一家人，自称是您的儿子、儿媳和孙女，他们不顾祖日硬闯了进来，怎么劝都不肯走。您看是否需要报警？不用报警，这点小事我自己能处理。你看好他们，我马上回来。爸，我有点急事儿，得先回去一趟，处理完了就回来陪你。是不是那家子白眼狼上门了？他们阴魂不散的。宝儿，你别去，让冲姐带保安去处理，直接扔出去，省得脏了你的手。爸，您别动气，对身体不好。放心，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任人拿捏的林秀兰了，我能处理好，保证速战速决，然后回来继续陪您，好不好？那要是他们敢对你有一丁点不敬，立刻叫保安，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爸爸给你撑腰。好，都听爸爸的，你好好休息，等我回来。月月，待会儿奶奶来了，态度好点，说你想她了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这客厅比我们全班同学家加起来都大。妈，您回来了。别叫我妈，断绝关系的协议签了，法律上我跟你再无关系。说吧，闯进我家想干什么？千错万错都是我们的错，我们给您赔罪。但是月月她是您一手带大的，她什么都没做，她是无辜的呀。奶奶，这孩子是我没日没夜带大的，跟着这样的父母学不了。您看月月都这么大了，马上就是高考的关键时期，我们现在房子没了，工作也没了，他跟着我们怎么安心读书？您就算再怨我们，也不能不管月月的前途啊！月月，来坐奶奶旁边。我就知道月月是妈的软肋，这下妈肯定不会赶我们走。妈，我们现在是真的走投无路了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就看在月月的份上，原谅我们这一次吧，我们以后一定好好孝顺您。路是你们自己选，后果自然要自己担。是，妈，您教训的是，我们该罚。
可月，你不是有话想跟奶奶说吗？快说呀！你不是想奶奶了吗？想了。月月，你为什么想奶奶？就是想了呗。月月，吃橘子吗？不吃，热量高。月月，奶奶给你你就拿着。这孩子最近减肥呢，不懂事。你刚才说想奶奶，是真心的还是你爸妈让你说的？都有吧。月月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怎么了？不是你让我说实话的吗？哦，那你说说，都有是什么意思？想你是真的，毕竟我是你带大的。他们让我说也是真的，不然我今晚睡哪？妈，您别听他瞎说，这孩子到了青春期，整天跟我们顶嘴，话都不会好好说了。对，他就是叛逆期，说话没大没小的。我叛逆？那你们天天在家说奶奶抠门、算计、白吃白住，是我教你们的？月月，你胡说什么？这些话都是你们当着孩子面说的。妈，不是，我们就是随口抱怨两句。随口抱怨，在孩子面前抱怨把他带大的奶奶，月月说的才是你们的真心话。看来在你们眼里，我一直就是个可以随意使唤、随意践踏，连呼吸都嫌多余的穷保姆。妈，您别听月月瞎说，她就是青春期，被我们惯坏了。我们回去一定好好教育她。我没瞎说，这些话本来就是你们教我的。你给我闭嘴！够了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你们平时怎么对我，他全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学进了骨子里。妈，月月是我一手带的，我比谁都辛苦。我曾经以为只要我付出够多，总能把她教好，但现在我明白了，有你们这样的父母言传身教，我救不了她。妈，陈浩，我跟你已经断绝了母子关系，月月也不再是我的孙女，她未来会长成什么样的人，是好是坏，都与我无关。妈，你说什么？你连圆圆都不要了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这是你们做父母该操心的事儿。你们吵来吵去烦不烦？能不能先把我的演唱会门票给我买了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着你的门票？是你们告诉我奶奶有钱了，能给我买演唱会门票，我才来的。现在说不买，耍我玩呢。所以，奶奶养育你15年，还不如一张演唱会门票对你有用。妈，月月不是那个意思。我不就是要张门票吗？都住这么好的房子了，为什么舍不得给我买？你也陪我叫你一声奶奶。打我！妈，他打我！月月，你怎么能月月动手？够了！从今往后，你们一家3口的死活与我无关。管家，把他们3人给我赶出去，不许再靠近我江家大门。是。妈也太狠心了，连自己一手带大的亲孙女儿都能说不要就不要。她现在倒是风光了，1万身家，可她也不想想，她还能活几年？这么大份家业，就不怕死后没人继承吗？他就是在强硬。哼，等再熬几年，等他老了、病了、动不了了，最后还不是得求着我这个儿子回来给他送终？这江氏集团到头来还不都是我的？老公，你说他会不会早就知道自己身份？他闹这一出，又是断亲，又是行业封杀，该不会是怕你跟他抢财产吧？抢财产？你想想，她是江老的女儿，那你就是江老的外孙啊！这江氏集团是不是也该有你一份？你年轻，有学历，有能力，她呢，一个只会围着锅台转的老太婆，她懂怎么管理公司吗？我看她就是心虚，怕你威胁到她的位置。难怪她为了一份周边就能闹到断绝母子关系，这根本就是借题发挥。她就是想把我这个继承人踢出局，好独吞外公的全部资产。老公，按人头算，咱们一家3口能分的，可要比他要多得多。他想独吞，没门儿！我这就去找媒体曝光他的恶行，让全江城的人都看看他是怎么虐待亲儿子、侵占江家财产的，非逼着他把财产统统都吐出来。董事长，刚收到消息，陈浩联系了几家媒体，声称要召开记者会，揭露您虐待亲子、非法独占江氏，要跟您争夺江氏的继承权。网上已经讨论开了。他还真当自己身上流着我的血了，也好意思来争江氏？林董，您这话的意思是？陈浩不是我亲生的。什么？他是我从福利院领养的孩子，与我并无血缘关系。董事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之前没听你提起。当年我和王夫结婚后，因为他身体原因，一直没能有自己的孩子。我们商量后，去福利院领养了一个男婴，就是陈浩。
这件事儿除了我和王夫以及当年福利院的老院长，没人知道，连陈浩自己都一直以为他是我们亲生的。原来如此，董事长，您对一个领养的孩子都能视如己出，倾尽所有，甚至卖掉自己的房子，他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狼心狗肺。无妨，断绝关系的法律文件齐全，领养关系也已依法解除。他现在对我来说连陌生人都算不上，就让他去闹吧，闹得越大越好。可我担心舆论会伤害你。不用担心，他越是上蹿下跳，把自己那点龌龊心思和丑陋嘴脸暴露在大众眼中，他以后的日子就会越难熬。社会舆论反噬起来，可比我的封杀令厉害多了。明白了，需要我提前跟几家主流媒体打个招呼吗？先不急，在那之前，你帮我联系一个人，帮我找到阳光福利院退休的陈院长，他那里有我收养陈浩的所有证明和手续。明白了，我这就去。陈浩，你想把舆论变成刺向我的一把利刃，却不知它会变成一块巨石砸向你自己，到时候你可别后悔。干嘛呀？我刷车队呢！别动，拍个视频，配合一下。我不要拍，被同学们看见我住破旅馆，肯定会嘲笑我的。准备好了没？你有病啊！掐我干嘛？配合点儿，等拿到钱，我带你去偶像签售会。开始。月月，是妈妈没用，你马上要高考了，我却给不了你好的学习环境。奶奶她不要我们了，老公，拍清楚点，把我脸上的泪拍出来。好了，素材够惨了。这次的标题我想好了，豪门母亲为夺遗产，将亲儿子一家逼至绝境。再加一句，为了一份明星周边断绝母子关系，实为精心设计的夺产阴谋。对，就这噱头，肯定爆！我多发几个平台，让所有人都能看到。这次一定要让林秀莲身败名裂。发布成功，浏览量暴增，话题爆了，视频下全是骂他的。让他们骂，骂得越凶，林秀楠压力越大，到时候就不是我们求他，是他来求我们删帖。董事长，刚接到香辉科技和荣盛资本的电话，说要暂缓下周的签约，理由？说是担心目前的网络舆论会影响合作项目的公众形象，还有2家供应商也来询问情况。知道了，告诉他们，江氏集团明天会就此事给出正式回应。是。火候差不多了，是时候收网了。周经理，帮我联系所有主流媒体，明天上午10点，我要开一场新闻发布会。明白，我这就去准备。把陈浩和王雅也一并叫过来。是。陈浩，明天我就让你尝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滋味。陈先生，您今天过来是要跟林董当面对质吗？陈先生，听说您已经跟林董断绝亲子关系了，您觉得您还能拿到江氏的继承权吗？江氏股价已经连跌2天了，林董有没有私下联系您和解呢？网上恶评如潮，他肯定是撑不住了，才开了这个发布会，要公开向我道歉。今天我过来是给我妈一个机会，只要她肯当众向我们道歉，承认她的错误，我还是会原谅她。是啊，我们总归也是一家人，不会像他那样把事情做得这么绝。那江氏的继承权呢？我是林秀莲的亲儿子，就是江国栋先生的亲外孙。只要外公知道了我的存在，想必外公也更愿意将江氏交给更年轻有能力的我来继承。快看，林董来了！林董，最近您的家事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，已经影响到了江氏集团的股价，你有什么要说的？感谢各位到来。今天我召开这个新闻发布会，是为了澄清事实。陈浩、王雅夫妇对我的不实控诉，全是恶意造谣诽谤。李秀莲，你居然还这么执迷不悟！执迷不悟的是你们。陈浩，你知道在网络上恶意传播谣言、诽谤、侮辱他人，要判几年吗？我们才没造谣，难道你没有逼得我们无家可归，没有让全行业封杀陈浩吗？没错，你害得我房子被抵押，银行卡被冻结，就连找工作都处处碰壁。而你呢，住别墅、开豪车，出入高档办公楼，谈着仗义的生意，你还是我亲妈吗？大家评评理，哪有自己享福让儿子无家可归的亲妈？这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。
你以为在网上卖惨、煽动网暴就能掩盖你曾经的恶行？我们做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一份几十块的明星周边吗？妈，就为了一份周边，你闹着离家出走，还要跟我断绝关系，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？我看你就是借题发挥，自导自演，就为独吞江氏，不让我们分到1分钱。我自导自演，那就让大家看看到底是谁在演。我自导自演，那就让大家看看到底是谁在演。大家请看，这是林董周回房款的视频，怪不得陈浩的房子没了，原来房款都是林董出的钱。林董不仅为陈浩一家人当牛做马，日常还花了100多万养他们呢。事实跟他们说的完全不一样，林董才是被吸血、被算计的那个。你竟然录制了那天的视频！对付你们这种颠倒黑白的无耻之徒，当然要提前留好证据。陈浩，你还有什么好说？就算这件事真的又怎样？我是你亲儿子，我身体流着你的血。江国栋是我外公，你不能故意不让我认祖归宗，江氏也应该有我一份。流着我的血。对，妈，你就陈浩一个儿子，就算你现在不愿意分，等你死了，这些钱还不是都得归陈浩？说到底，你们还是盯着我的钱，想要从我身上继续吸血，对不对？妈，话别说那么难听，什么叫吸血？这是我作为江总亲外孙应该有的权利。亲外孙，陈浩，你真以为你身体里流着我的血？当然，这是铁的事实。好，今天我就让你看看，什么才是真正的铁的事实。30年前，我与王夫在阳光福利院曾秘密收养了一名弃婴，取名陈浩。这是阳光福利院提供的我办理收养的所有手续文件。绝对不可能！陈浩要只是你的养子，你为什么以前对他那么好？因为我将他视为己出，想把一切最好的都给他。我以为真心能换真心，直到我被你们赶出家门那晚，我才彻底明白，我养大的不是儿子，是一头喂不熟的白眼狼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所以陈浩，你听清楚：第一，你我法律上已解除收养关系，你没资格继承我的遗产；第二，你我之间并无血缘，我父亲江国栋的资产与你没有1分1毫的关系。老公，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你不是他亲生的，那我们还有什么指望啊？你快说啊！林秀莲，你为了不给我钱，念这种谎话，你好毒的心，好毒的心！收养证明已在公证处备案，你可以随时去查，也可以申请做 DNA 鉴定。在打我！陈浩，你不是人！够了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把他们给我分开！跟我走吧。不要，我知道错了。妈，你救救我！我再也不敢了。你们触犯了法律，自然要接受法律的制裁。希望这次你们能改邪归正，好好做人。李秀莲，你害我被抓！你这个恶毒的老太婆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你会后悔的。林董到底还是上线了，亲手把杨子送进去，心里肯定不好受。我先别打扰他了。林董，你没有在哭。
现在他好不容易退休了，我看您气质这么好，性格也好，要不您跟我爸相个亲试试？他就在楼下的咖啡厅里。这还是改天吧。阿姨，您别不好意思嘛，我爸人真的特别好，靠谱、稳重、有修养。您就见一面，一起喝杯咖啡，就当认识个新朋友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吧，那就喝杯咖啡。耶，阿姨您太好了，您这边走，他就在楼下等着我呢。小韵这孩子约我喝咖啡，怎么来的比我都晚？爸，这边。林董，阿姨，那个就是我爸。爸，这位是林阿姨，我给您物色的相亲对象，怎么样？漂亮吧？小韵，你又瞎胡闹！这位就是我跟你提过的江氏集团的董事长林秀莲女士。贱人！我在里面替你扛着，把罪名都认了，让你出来照顾孩子，你他妈就这么照顾他啊？你居然敢偷人！说，这野男人是谁？你们什么时候搞在一起的？说啊！喂，小子，你敢打我！我谁是野男人？你他妈才是那个奸夫！王雅本来就是老子的女人。什么？王雅，他说的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陈浩，你是个大蠢货，当了整整15年的接盘侠，绿帽子戴得稳稳。不可能，王雅你骗我！我们谈了2年恋爱才结的婚。恋爱那都是我演的戏。本来呢，你要是真能继承你养母的1000亿家产，成为江氏集团的太子爷，这戏我陪你演一辈子都行。可谁让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呢？不仅1000亿财产毛都没摸到，连那个任你吸血扒皮的蠢养母都被你作没了，害得老娘白演了15年，到头来跟你住这狗窝。陈浩，
我落到今天这地步，全是你害的。你接近我，从一开始就是为了钱，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。不然呢？难道图你又蠢又自私？要不是当年听你说你妈手里有存款，还有套值钱的老房子，你以为我会多看你一眼？那孩子呢？月月呢？月月呢？月月总该是我的吧？陈浩，你真是蠢的无可救药！我怎么可能跟你这种废物生孩子？月月当然是彪哥的种。什么？我养了15年的孩子，居然是别人的种！王养，你这个贱货，毒妇！我要杀了你，杀了你们！别打死了，留着他还有用呢。王养，你还想干什么？签了他，赔偿500万！王养，你他妈抢钱啊！我现在一无所有，哪来的500万？你那个养母不是刚继承了千亿家产吗？去问她要啊，她那么疼你，说不定看你可怜就给了呢。她已经跟我断绝关系，不会再管我了。那我不管，钱你必须给，想办法去弄，把你身上这些零件拆开来卖卖，总能凑够500万吧？王阳，你想要我的命，你好狠毒！我狠毒，我再狠毒也比不上你陈浩狼心狗肺。你那养母对你比亲生的还好，当牛做马任你吸血。你呢，为了一份周边把他赶出家门，你简直就是畜生不如。我对不起妈，但你没资格骂我。这一切全都是你造成的，你欺骗了我，你还利用我，险些把我妈的财产都抢夺一空。那又怎么样？这钱你不想给也得给。钱，我给你1个月时间，到时候拿不出来，彪哥有的是办法让你生不如死。我们走。没了，全没了。月月不是我的，王雅是为了钱，只有妈是真心对我好，可我把她的心都伤透了。我告诉你，你真是个彻头彻尾的大蠢货，活该。超时了20分钟，饭都凉了，你怎么送餐的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路上实在太堵了，请您高抬贵手，我赔您钱。赔钱？你赔得起我的时间吗？我要投诉你！林阿姨，您都不知道，我爸昨天居然问我女孩子都喜欢什么口味的蛋糕，他以前可从不这样。爸，您这是打算买给谁呀？我就是随口问问。你就别逗你爸了。林阿姨，你以后多跟我出来玩好不好？我爸太闷了，跟您在一起才有意思。你这孩子，林阿姨那么忙，哪有时间陪你胡闹？没关系，我也喜欢跟小韵出来玩，热闹。听见没？林阿姨站我这边。妈，哎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敢走我就投诉到底。钱呢？说好的1个月，这都快月底了，1分没见到。陈浩，你是不是想赖账？我找了份送外卖的活，等我攒到。送外卖？陈浩，你还想靠送外卖还500万？你就算跑断腿、跑到死、跑100年也还不起。算了，我就知道你这种废物靠不住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我想了个来钱快的法子，就看你敢不敢干。什么法子？绑架林秀莲。你疯了！哼，他身家亿万，我们只要他手指缝里露出一点，500万算什么？5000万都轻轻松松。事成之后，咱俩的账一笔勾销，剩下的钱够我们逍遥快活一辈子。你不是想过回以前的好日子吗？这就是机会。这是重罪，被抓到要坐牢的。怕了，陈浩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欠我的钱利滚利已经不止500万了。你要是不配合，彪哥有的是办法让你消失，你自己选，是跟着我们干一条大的翻身，还是等着被扔进江湖喂鱼？好，我答应你。你要我怎么做？秀兰，怎么了？在看什么？没什么，好像看见了陈浩，可能是看错了。是您那个养子吗？他把您伤得那么深，您可千万不能心软，也不能让他靠近您。他现在落魄了，谁知道会不会又打什么坏主意？放心，小云，阿姨心里有数。
爸，您不是想去旅游吗？这是我孝敬您，用我的零花钱给您买的机票，下周的，你可别忘了。怎么是2张？还有一张是林阿姨的呀。您上次不是说林阿姨也喜欢洱海的风光，我就自作主张帮林阿姨也买了票。你这孩子，林阿姨，您看怎么样？要不要跟我爸一起去度个假放松一下？我爸可会照顾人了。小玉，别胡闹。秀莲，你别听他瞎安排，公司事情多，你要是忙脱不开身，我们下次再去也一样。正好，最近公司各方面都上了正轨，我也确实该给自己放几天假了。太好了，爸！我把林阿姨交给你了，你可要好好表现，当好导游和保镖。要是林阿姨有半点闪失，我可要找你算账。你这孩子，我会安排好的。没落下什么东西吧？现在回去拿还来得及。都看过了，没有遗漏的，走吧。那咱们就去机场了，时间刚好。喂，妈，我有些话想当面跟您说，您能不能来我家一趟？就现在。我跟你没什么话好说了。妈，求您了，就这最后一次，看在我叫了您30多年妈的份上，您最后再来一趟，可以吗？我求求您了。秀莲，再不走赶不上航班了。陈浩，我们早已断绝关系，你的一切都与我无关了。我知道以前都是我混账，是我对不起您，让您伤心了。但这次我是真的知道错了，妈，请您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，就这一次。秀莲，小心有诈，他现在一无所有，走投无路，万一……妈，您来一趟行吗？我保证，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出现在您面前，再也不会打扰您的生活了，求您了。好，我过来。老周，帮我把机票改签一下。我要先去趟陈浩那儿。你真要去？太冒险了。我想去看看他到底想做什么，也想看看他是不是还有救。如果陈浩诚心悔改，能够给我自己一个交代；如果是骗局，我也能彻底死心。好，那我陪你去。无论如何，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。我已经按照我们的吩咐打完电话了，可以放我走了吧？放你走？陈浩，你当我3岁小孩啊？现在放了你，你转头跑去给那老女人报信，我们不是全完了？彪哥，给我看紧他，在成功绑架林秀莲拿到钱之前，绝不能让他离开我们视线半步。放心，这小子敢耍花样，我拧断他脖子！妈，不是我要害你，我没得选，是他们逼我的。这房子已经被银行抵押卖给了新业主，陈浩为什么让你到这里来？毕竟在这里住了7、8年，有感情了吧？门怎么没锁？这太反常了。秀莲，别进去，万一陈浩真的鬼计特长，埋伏在里面，要对你不利。陈浩自私、愚蠢，不懂感恩，让我寒透了心。可他毕竟是我养了30多年的孩子，骨子里或许还有一点点没粉灭的良心。我只是想确认一下。秀莲，风险太大了，我不能让你冒险。放心吧，老周，我来之前准备了微型报警器，如果情况不对，我会立刻报警。秀莲，我明白你的心情，如果今天不进去看看，你心里这道坎过不去。但正因为可能有危险，我们得更冷静。这是强光手电加警报器，比你的那个响10倍。遇到危险，先照眼睛，再按响，至少能争取到10秒钟逃跑时间。去吧，我就在门口守。如果5分钟后你不出来，我不管里面是谁，都会冲进去。好。陈浩，陈浩，你在吗？生日蛋糕，这是给我的。陈浩写给我的信。妈，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叫您妈，我不配，真的不配当您的儿子。我想了很多很多，我终于明白自己错的有多离谱。我真是个彻头彻尾的蠢货白眼狼。对不起，妈，真的对不起。从今往后，我不会再让您失望，也绝不会再打扰您的清静。妈，原谅我这份迟到的生日祝福，祝你生日快乐。陈浩，终于记得我的生日了。5分钟到了。秀莲，
秀莲，老周，陈浩给我准备了生日蛋糕。好多年没人记得我生日，也没好好过过生日了。秀莲，生日快乐！好多年没人记得我生日，也没好好过过生日了。秀莲，生日快乐！马上到陈浩的房子，等绑了林秀莲，我们就能吃香喝辣了。不，我不能让他们伤害妈，绝对不行。停车！快停车！我不会让你们伤害我妈的！陈浩，你疯了！快放手！这是高速公路啊！妈的，住手！老子弄死你！停车，不然就一起死！我宁愿跟你们同归于尽，也绝对不会让你们动我妈一根头发！你疯了！再不放手，我们都得死！六哥，快把他拖走！停车！停车！你们休想再伤害我妈！江爷爷，我跟您说，我爸可过分了，他现在就是个恋爱脑，都忘了他还有个宝贝闺女呢。昨天说好陪我逛街，结果林阿姨一个电话就把他叫走了。哎呦，我家宝儿也是，现在整天忙工作，来看我的时间都变少了。现在还多了你爸这个劲敌，咱们真是同病相怜呐。没错，江爷爷，以后我都来陪您，咱们组成炮灰联盟。好，好，好，这个联盟好，你多来气气你爸，也让我家宝儿多惦记惦记我。是。本市警方近日通报了一起由交通事故引发的刑事案件，嫌疑人陈某、王某、张某在事故发生后，经警方深入调查，供述了此前预谋实施的一起重大绑架勒索未遂案，3名犯罪嫌疑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，目前已被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，将面临法律的严惩。陈浩，是你强行干预，导致车辆失控，阻止了绑架犯罪，你当时是怎么想的？因为我很害怕，不是怕坐牢，是怕曾经最爱我的人再因为我受到伤害，我不能再错下去了。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会在里面好好接受改造，等出来之后，踏踏实实，从头开始，好好做人。你还好？我很好。从前的我用尽全力燃烧自己去照亮别人，却忘了自己也需要光。现在我才知道，人要先为自己而活，只有自己站稳了，心中有了光，才能更好的去爱值得爱的人。林阿姨，宝儿，我来了。